想象一下，你已经教到声音沙哑，简报做了50份，讯息传了300则，结果台下的人只回你一句话：哦，知道了，然后什么都没改。这一刻，你心里会不会有一个声音浮上来：我是不是白忙一场？恭喜你，你的心情跟马太福音11章20到30节里的耶稣同步了。这段经文一开始，气氛很不温柔。耶稣开始责备几个城市：哥拉汛、伯赛大、加百农。重点不是他们犯罪特别多，而是他们看过最多神迹，却悔改最少。这3个地方简直是神迹密度最高区，医病、赶鬼、教导，全套都看过。但问题来了，神迹看久了，会不会变成背景音？耶稣甚至说了一句很重的话：若是你们所行的异能行在推罗、西顿、索多玛，他们早就悔改了。这不是耶稣情绪化，这是他点出一个残酷的事实：属灵麻木比完全不认识神更危险。就在气氛快要变成审判现场的时候，经文突然一个超大转弯，耶稣开口说：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等等，刚刚不是在责备人吗？怎么突然开始祷告？原因在这一句：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耶稣不是反对聪明，他是在说一种自以为懂，不需要悔改的心态。有时候最听不懂福音的，不是程度不够的人，而是早就觉得自己都懂了的人。反而是那些愿意承认我需要被救的人，更容易明白天国。接下来是全段经文最有名也最容易被误解的一段。耶稣说：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很多人以为这是对生活很累的人说的，没错，但不止如此。这里的重担对当时的听众来说很清楚，是宗教的重担，律法的压力，永远做不够的好行为。耶稣接着说：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恶，学我的样式。注意，他不是说你不用负恶了，而是说换一个恶，从靠自己撑换成与我同行。最后一句像是整段的 punchline，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不是因为人生突然没重量，而是因为你不再一个人扛。这段经文把耶稣完整的摊在我们面前，他会责备冷漠，他也会为单纯的心欢喜。他不纵容悖逆，却向疲惫的人敞开双手。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我够不够好，而是我愿不愿意来。如果你最近觉得信仰很累，人生很重，也许不是你不够努力，而是你听漏了这句话：到我这里来。不是再撑一下，是来我这里。